这一期我们介绍一下 EC300 CPU 本体自带的 I/O 点是如何组态和使用的。比如这个是 EC300 的 CPU， 然后呢，它上面有本体自带了有这个串口，然后还有输入输出的数字量 I/O 点，还有就是 CAN。那么它本体自带的这些点位是如何组态和使用的呢？下面我们通过软件来进行一个介绍。双击打开编程软件，这里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 EC300 的 CPU 模块，上面有一个端子盘，就是 CPU 本体自带的 I/O 点、串口通信点位，还有 CAN 通信点位。下面我们建立新的工程，点击新建工程，选择目录。取工程的名称，本体自带 I/O， 点击确定。选择编程的语言，选择对应的型号。我们所选择的这个型号和实际的 CPU 型号是一致的，点击确定。这样我们的工程就建立完成了。我们工程建立完成之后呢，我们如何组态和使用本体的 I/O 呢？这里有一个 Local I/O，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组态和使用本体的 I/O。我们右键点击更新设备，这地方有很多的选项，我们要根据具体的 CPU 型号来选择相应的选项。举个例子来说，这里的 EC300 Local DI16 DQ8 这个选项的意思就是 CPU 本体自带了 DI16 16个输入点和8个输出点。EC300 Local DI24 这个选项的意思就是 CPU 本体自带了24个输入点位。这个选项是 CPU 本体自带了32个输入点位。这个选项的意思是 CPU 本体自带了8个输入和8个输出，所以是 DIO16。我们这个 CPU 型号的话，它对应到的是有16个
输入信号和8个输出信号，所以我们应该选择这个选项 DI16 DQ8， 点击更新设备，点击关闭，然后我们双击 Device 设备，我们点击扫描网络，我们通过扫描网络之后，我们找到了 CPU 模块，它的网址是 192.168.145.105， 这个 CPU 模块就是我们所连接的这一个 CPU 模块。我们点击确定，这样我们将这个工程登录到 CPU， 点击是，我们可以看到 Local I/O 这个地方前面的标示是绿色的圆圈，表示我们的这个本体的 I/O 和 CPU 已经通讯上，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本体的 I/O。我们双击它可以打开看到这个本体的 I/O 的一个输入地址和输出地址。它的输入地址是 IW0， 分别是 IX0.0、0.1、0.2， 也就是它的输入区的第一个字。它的输出对应到的是输出区的第0个字，这里是输入区的第0个字，输出区的第0个字。那么我们如何对这些通道进行一个赋值呢？我们回到程序，在程序里面建立一个简单的变量 var1， 我们建立一个布尔型的变量，进行复制，建立5个。建立完成以后，我们如何将这个变量和通道进行复制呢？这里有2种方式。首先介绍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直接复制 ix0.0， 通过 @ix0.0， 我们就将这个 var 变量和 ix0.0 这个通道进行了一个复制，也就是我们将第一个变量复制到了这个通道，我们将 var2 复制到了这个通道，这是第一种方式，在程序里面进行复制。第二种方式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双击，然后打开以后我们双击，右键双击以后，左键双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3点，点击，找到相应的变量。这里我们在 application 下面有个程序，也就是这个应用下面有一个程序，它的架构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变量3，这样我们就将变量和通道进行了一个关联。我们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一个关联。关联上去以后，我们编译没有报错以后，我们将工程下载到 CPU 里面。点击运行。
下面我们回到程序，我们双击准备值，然后右键写入，这样我们就将这3个变量变为 true。我们回到本体的通道，我们就可以看到这3个通道 qx0.0、qx0.1 和qx0.2 这3个通道已经自为 true， 这3个点位已经有输出。我们可以看到 CPU 本体有3个输出的点的这个 LED 灯已经变亮。变为 false， 通道没有输出。我们可以看到输出的点位的灯已经熄灭。然后第二种方式，我们在程序里面直接对通道进行复制 @qx0.0 qx0.1 qx0.2， 我们将程序下载到 CPU 里面。点击运行，我们对这3个通道已经进行了一个调用和复制。下面我们改写它的初始值，写入 true， 这里的通道已经有输出。那么 CPU 本体的 I/O 操作我们就介绍到这里。